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智财小站，我是老岳。8月14号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了7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，零售和餐饮销售总额环比下降 0.6%， 而市场此前普遍预期是小涨 0.1%， 预期小涨，结果下跌。一个月里差出这么多，够让不少人重新排一遍自己的判断。数据出来以后，网上很快分成了两种说法。一种说美国消费者已经撑不住了，消费要衰退；另一种正好相反，说数据越差越好，因为美联储会被逼着降息，降息了股票就都涨。这两句听着都顺，可中间都跳了步，所以这期只回答一个问题：7月零售销售走弱，够不够支持消费衰退和马上压住降息这两个交易结论？我的暂定答案是不够，消费在降温这件事，数据是支持的。但要说消费崩了，或者说现在可以按降息来交易了，手上的证据都还差一截。这份数据本身报的是什么？美国人口普查局每个月发一次零售销售的初步估算，统计的是零售商和餐饮店卖出去多少钱。7月这个数字是7636亿美元，比6月的7681亿少了 0.6%， 比去年同期多 5.0%。 看到同比还有 5%，可能有人会觉得那不是还在增长吗？这里有个口径问题，这组数字是名义销售额，只统计花出去多少钱，没有扣掉物价的变化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家庭每个月都买同样一份东西，去年这份东西花100块，今年因为涨价花了105块，账面上的销售额多了 5%， 可这个家庭一样东西都没多买，所以同比 5.0%， 只能说钱的流水在涨，不能读成消费量在涨，这是我看这份报告时第一个要提醒自己的地方。接下来是这个负 0.6% 从哪来？汽车是零售里金额最大、波动也最大的一项，一个月推迟提车就能把总数拉下去，所以普查局另外给了两个口径，剔除汽车以后，7月环比降 0.3%， 把汽车和加油站一起剔掉，还是降 0.2%。这两个数字说了两件方向相反的事，一件是疲弱不只来自汽车和汽油，把它们拿掉以后，剩下的部分仍然在降，所以不能把这个月说成汽车一家的事。另一件是剩下这部分的降幅比总量小得多， 0.6% 是 0.2% 的3倍，差的不少。再往分类里看，各类差别不小，汽车及零部件降 1.8%，非店面零售降 2.2%， 这一类主要是电商，也包括邮购、直销这些不走实体店的渠道。可同一个月里，服装店涨了 1.9%， 餐饮涨了 0.5%。 你看，这不像是所有人一起收手，更像有的地方在说，有的地方还在花。最后是这份数据的可靠程度，它叫 Advanced Estimate， 初步估算，抽了大约4800家有雇员的企业，用它们代表全美300多万家零售和餐饮企业，之后还会修订。普查局同时给了误差范围，总量这个环比变化的 90% 区间是正负 0.4个百分点，也就是说负 0.6% 上下浮动 0.4个百分点，这个区间不包含零，所以按这次抽样估算，7月的下降是有统计依据的。不过这个区间只覆盖抽样带来的误差，填报处理这些环节还会有抽样之外的误差，普查局之后也会修订这个数字，所以它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中值。几条合起来，7月是一个清楚的月度弱信号，但一份月度零售报告不等于美国家庭的完整账本，它只回答了一个很窄的问题。窄在哪？是下面这段要说的。那这个弱信号能不能直接写成美国消费衰退？我认为不能。第一层是覆盖范围，零售销售统计的是商品和餐饮、房租、医疗、保险、教育、机票、酒店这些服务类支出基本不在里面，而服务在美国家庭支出里占的比重不小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家庭这个月本来打算换台洗衣机，看了看价格决定再等等，这一笔就从零售数字里消失了。可这家人的房租照付，医保照扣，暑假的机票也订了。从零售数据看，这家人在收缩；从这家人的银行账户看，钱花的一点不少，
只是花到了别的地方去，零售销售看不见后面那半边。第二层，这份数据也看不见家庭的财务状态，它只记录卖了多少钱，不记录这些钱是从工资来的，从存款来的，还是刷信用卡来的。同样一个销售额，背后可能是收入在涨，也可能是储蓄在被消耗。判断消费能不能持续，恰恰要看后面这一层，而这份报告没有。第三层是单月数据的性质，一个月抽样会修订，还容易被购买时点影响。刚才说的非店面零售降 2.2%， 有媒体把其中一部分归到促销活动的时间安排变了。注意，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，没有被证实，我不会拿它当结论用。但这个机制本身好理解，如果大促去年落在7月，今年挪到8月，7月的电商就会显得很难看，8月又会显得特别好，而消费者一年买的东西可能没什么变化。话是这么说，也不能反过来把这份数据说成没事，剔除汽车和加油站以后还是负的，说明弱势有一定广度。这个证据是实打实的，值得记下来继续观察。所以我在这里做的区分是，手上有了消费降温的证据，但还没有确认降温变成了趋势。这两句话在交易上完全不同。前者让我把增长风险的权重调高，后者才轮到动仓位结构。衰退这个结论说不成，很多人当天就换了个方向讲，既然数据弱，那就等降息，这是第二个跳步。这个跳步其实是两步，得分开看。第一步，从数据弱推出美联储会降息；第二步，从降息推出股票会涨。两步都要证据。第一步的问题在于，美联储不是只看零售销售，它的两个任务是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。做决定的时候，通胀和就业都要看，零售销售只是判断增长的其中一个参考。7月29号那次会议就很说明问题。美联储以9:3的表决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.5% 到 3.75%， 没动。关键是那3张反对票的方向，3名反对者希望的是加息25个基点。会议声明里也写着，经济活动仍然稳健，通胀仍高于 2% 的目标。这说明当时委员会内部的主要分歧落在要不要更紧这一边，而不在要不要马上降。当然，一次表决只能说明当时的分歧，推不出下一次会议的结果，我也不会拿它去算降息概率。但至少能看出来，把一份零售数据直接翻译成降息，中间省掉的东西太多了。8月19号下午2点，美联储会公布7月这次会议的纪要，这份纪要值得看，因为它能让人看到委员会在通胀和增长之间怎么权衡，谁更担心哪一头。不过纪要记录的是那次会议当时的讨论，它不是新的政策决定，也不包含7月零售数据出来以后的反应。再看第二步，降息利好股票这句话，我没法直接点头，因为它取决于降息的时候企业的利润在什么状态。大致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需求温和放慢，通胀跟着回落，企业盈利守得住，这时候利率下来，同样的盈利有可能被给到更高的估值。换个说法，同样一家1年赚1块钱的公司，利率低的时候，投资者可能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它。注意，这是可能，不是一定。另一种情形是需求下滑的比较快，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跟着往下走，这时候就算降息，省下来的利息也未必补得上少掉的利润。举个例子，下面这组数字全是我为了讲清楚编的原整数，假设不对应任何一家真实公司，也不是餐饮行业的平均水平。一家连锁餐厅借了500万贷款，我们假设这500万贷款的利率也同步下降1个百分点。现实里贷款不会因为政策利率一变就自动重定价，这里是为了把账算干净才这么假设。按这个假设，他1年少付5万利息，这是降息给他的好处。但同一段时间里，如果需求下来了，我们再假设他的营业利润因此少了20万，那么把这5万利息节省抵进去，账上还是少了15万。同样一次降息，落在盈利守得住和盈利守不住这两种情形里，对这家店的意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增长在温和放慢，还是利润也要被需求拖下去。这个判断
靠7月这一份零售数据达不了，得等更多证据。而下周正好排了几个节点，下周有3件事凑在一起，正好能补上官方总量看不见的部分。8月18号 ，Home Depot 公布2季度结果并开电话会。它有信息量，是因为它卖的东西和住房相关，换厨房、修屋顶、铺地板这类支出金额大，又完全可以往后推。大额可推迟的住房项目通常更容易被延后。所以我关心的不只是营收数字，还有客流和客单价的变化，以及管理层对下半年怎么说。8月19号是刚才说的美联储纪要。8月20号 Walmart 公布季度结果，它对应的是另一头日用品和食品这种推不掉的开支。这里我想看的是交易笔数和商品结构，来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，同样一趟买的东西是往便宜的方向走还是照旧。另外是库存和毛利率，如果货压着卖不动，要靠打折清，压力会先出现在毛利率上。这2家公司当然代表不了全部美国消费者，他们各自还有份额变化和竞争问题，好或坏都可能是自家的原因，这一点必须承认，但他们能给出官方数据给不了的细节。普查局只告诉我们7月总额少了 0.6%， 他不告诉我们是同样多的人每人少买了一点，还是干脆有一部分人不来了。这2种情况对后面几个月的含义差很远，而公司的电话会里往往能听到。除了这几个节点，我还会看价格本身在定价哪一种情景。下面这3种是我自己用来对照的观察框架，不是必然规律，市场也没有义务按哪一种走。第一种，市场在按温和、降温、利率压力下降来定价，表现是数据偏弱之后，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往下走，对利率敏感的资产跟着走强，同时大盘和企业的盈利预期还能站得住。这种组合更像市场接受了增长慢一点，但利润没被打坏。第二种，市场在担心需求和利润，表现是长期国债的价格涨上去了，也就是收益率同样在往下走，可消费周期股和大盘持续走弱，同样是买债，这一种更像在避险，而不是在等宽松。第三种，这些反应每天互相反转，今天像第一种，明天像第二种，那说明市场自己也还没形成稳定的判断，这种时候硬压一个方向，赔率并不好。还有一点，别把数据发布当天的涨跌当成方向，当天的走势里有太多是当天的仓位调整，第二天可能就反过来。哪一种情景站得住，要看接下来几周价格怎么走，而不是一根日线。前面这一整段宏观分析，在我的系统里只干一件事，调整风险背景，它不会越过入场的硬条件。具体讲，我不会因为一份偏弱的零售数据就提前去买那些对利率敏感的股票，赌降息一定会来。我也不会因为零售销售掉了 0.6% 就直接去做空消费股。原因是宏观叙事没有止损位，你按降息一定要来这个理由买进去，万一走反了，你没有一个明确的地方告诉自己判断错了，只能一路扛或者凭情绪割。按入场信号买就不一样，信号是价格给的，止损位是跟着价格算出来的，错在哪里，什么时候认账，进场之前就知道。这个差别比宏观判断得准不准更重要。我一直的做法是，没有信号就不开单，宏观再热闹，信号没到就等着。所以下周的顺序对我来说是这样，先让财报和纪要把证据补齐，再看价格认不认，最后才轮到看有没有符合条件的入场信号，有信号再谈仓位和止损。要是下周这几个证据互相冲突，比如公司说消费还行，价格却往下走，那我宁可少做。好机会不多，等一等的成本比在方向不明的时候硬做一笔要低得多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7月零售销售走弱，够不够支持消费衰退，或者马上压住降息？我的答案是不够。它是一个清楚的月度弱信号，它把增长风险在我心里的权重调高了，也让下周的财报和纪要更值得看。但它不是消费崩塌的证据，也不是降息交易的完整依据，这2件事还得等下周的数据自己说话。以上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